白衣，长剑，冷得像雪的眼睛。要活命，跟上。不知道。后面有个孩子带去杂役房，那是凌霄第一次看到这3个字。哪来的？仙尊带回来的人。仙尊，双华叫仙尊沈风雪，3界第一剑仙，你不认识？刚才救你那个就是。沈风雪。又是个吃白饭的，叫什么名字？凌霄。凌霄，记住了，杂役房的规矩，寅时起扫完地才能吃饭，吃多少干多少，干不了就滚。又来个要饭的，看那腿能干什么活？仙尊捡回来的，仙尊1年捡多少东西回来，哪一样他记得住？上回捡了只受伤的血狐，养了3天就忘了，饿死了都没人救。原来他不止救我一个人，原来救我只是顺手，但被顺手救下，也是活下来了。沈风雪，这是凌霄来双华教的第3天，赵老把最苦最累的活都派给了他。寅时起来扫雪，扫到辰时才能回去。没有早饭，扫不完不准吃饭。其实雪地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雪而已。但他觉得有温度。凌霄，扫完了没有？磨磨蹭蹭的，早饭不想吃了是吧？看到没？那个新来的，每次仙尊路过，他都跟木头一样杵在那里。仙尊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他看什么看？看见眼里也拔不下来了是吧？管他呢，反正过几天就消停了。上回那个谁不也天天偷看仙尊，看了没1个月，赵老把他调到后山挖矿去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但第2天寅时，他又出现在雪神殿外的石阶上，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扫得最干净。病早化了，肚包里只剩一点点水渍。今天也看到你了，沈风雪。他总在寅时末来，因为沈风雪卯时会去藏经阁，入手温凉柔软，使病惨死。那个人每天把他束在发间。凌霄，扫完没有？他觉得自己偷了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，但他不打算还。小六，你有没有捡过一样东西？知道不该捡，但舍不得扔。不值钱，但对那个人来说很重要。那你还给人家呗，捡了东西不还，被发现了要挨鞭子的。我会还，他说会还，可他没有。他这辈子从没真正拥有过什么，就当是偷的，偷的就偷了。那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有个杂役会在雪地里端茶时连头都不敢抬。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温凉的，可他的心口是热的，贴着心口。他告诉自己，就偷这一次，下辈子再还。昨天仙尊在演武场亲自演示双华剑法第7式，那一剑出去，整个演武场的冰面全裂了。我没看到，师兄你再说说，仙尊还说了什么？大师兄想请仙尊指点2句。仙尊看了大师兄一眼，说剑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自己悟。大师兄练了那么久，仙尊连一句点评都不给，那可是仙尊，仙尊眼里有谁啊？我入门3年，没见他正眼看过任何人。原来他连内门弟子都不正眼看，不是独独不看我。
小六，你知道仙尊平时都做什么吗？你打听仙尊做什么？就问问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。仙尊的事儿，我们这种杂役能知道啥？不过我听说，仙尊年轻的时候，一个人去单挑了魔界10大长老，赢了，所以3界都认他是第一剑仙。一个人打10个。他有一把剑叫双华，听说出鞘的时候会下雪。那天从天而降的剑光，原来他只用了一剑。他还有一把叫双华的剑，出鞘时会下雪。次日寅时，他扫雪的方向变了，他不敢进去，杂役没有资格进藏经阁。此后每一天，他都会绕到这里。那个人不知道，他每次去藏经阁走的石阶，都被一个杂役偷偷扫了3遍。里面是那件发带。他扫完石阶后，没有走，就看一眼，看一眼就走。他没有发现窗外有人。原来仙人也会困，那个人所有的日常，对他而言都是秘密。此后许多天，他都会在扫完石阶后偷偷留下。他看他抚琴、看书、饮茶，看他凭栏而立，每一个画面，他都记住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看见一个内门弟子来送茶，放下吧。原来所有人都一样，没有人在他眼里是特殊的，那么我也不比任何人更差。你这是在雪地里跪了多久？不等。小六，你有没有仰望过一个人？你明知道那个人看不见你，明知道再怎么仰望都没用，但你还是忍不住去看。我不管你，你冻死了别找我收拾。他不知道窗外有人，能这样远远看着他就够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一直都是。送茶的弟子病了，让你替。进去之后低着头，别乱看，茶放下就走。是。师尊，请用茶。他看我了，一瞬，他看我了。这个时辰，这个位置，他从不缺席。那小子腿抖得跟筛糠一样，踩了一地脏脚印，仙尊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那个杂役叫什么？叫凌霄，就是仙尊前阵子从山下捡回来的魔种。赵老说他脑子有问题，天天往雪城院跑，打都打不走。仙尊仁慈，既然是仙尊带回来的人，你们言语间也别太刻薄。是师兄。这种眼神。他用了整整1年，换一个站到他面前的资格。根骨不错，让你师父好好教。和我一样，凭什么？
连自己都不愿承认。你凭什么比我更炽烈？那个叫凌霄的杂役，既是仙尊带回来的人，留在杂役房做粗活，倒显得双华教薄玉了。让他去清理后山魔兽废料池。是，师兄。仰望也是有等级的，你不配与我望向同一处。到底得罪谁了？这活以前都是3个人干，现在就你一个。赵老说是大师兄那边的人传的话，让他多干点粗活。大师兄，我不知道。哼，以后离雪尘殿远点，别熏着仙尊。你不是被调去元池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扫完再去。他每天绕远路来扫雪尘殿，扫完了再去粪池。即使被调到最脏的地方，他每天还是会绕远路去扫雪尘殿的石阶。他不想熏着那个人。那个叫凌霄的杂役，这几日干得如何？还行吧，闷头干活，不偷懒，也不抱怨。就是每天天不亮先绕去雪尘殿扫地，扫完才去粪池。赵老骂他，他也不改。这小子脾气好，怎么打都打不走。是吗？倒是有心。他膝盖快废了，走一步瘸一步，还要扫地。退下吧。弟子昨日修习剑谱，有几处不明。问你师傅。是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跪在雪地里偷看一眼就满足，捡了根发带就高兴成那样。你和我仰望的是同一个人，但你不能比我更认真。赵老把你告到大师兄那边去了，再这样下去就不是分池了，是后山矿洞。矿洞比分池更远，一天都赶不回来。到时候连雪尘殿的飞檐都看不见了。那就不回来了。什么？矿洞也好，分池也好，白天干完活，晚上回来，不睡觉要扫地。还给我！你就是那个天天往雪尘殿跑的杂役，叫什么来着？凌什么？几位师兄，有什么吩咐？师兄？谁是你师兄？你一个杂役，也配叫我们师兄？听说你偷了仙尊的东西。偷的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别跑！发带？你一个杂役用得起冰蚕丝？还给我！这针脚比我3岁的侄女缝的都丑。宝贝呢？不要！对了，大师兄让我转告你，你再往雪尘殿跑，下次踩的就不是发带，是你的手指。
不是不痛，是不能让别人听到他哭。那小子跟条狗似的，跪在地上爬过去捡发带，膝盖全是血。你拿他的发带了？我就拿起来看看，一根破发带，他视若珍宝，我还踩了一脚。知道那是谁的发带吗？我以为他偷的，没想到真是仙尊的东西。他没偷，是仙尊掉的，他捡到了，自己留着。但这件事没有人知道，除了你和我。仙尊的发带被一个杂役贴身藏着，每天抱着睡觉，放在撞枕边亲吻。这如果传出去，丢的不是杂役的脸，是仙尊的，所以这根发带不能被人知道。明白，我不说，谁也不说。那个杂役每天在雪尘殿外扫地，仙尊虽不知他，但万一仙尊觉得这个杂役看着眼熟呢？大师兄的意思？我没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一个视若异类的杂役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如果这件事被戒律堂知道了，按门规该怎么处置？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按规矩要废掉双手，逐出师门。我不是戒律堂的人，这事不归我管，我只是替仙尊可惜。他随手救回来的一个人，品性竟如此不堪，毕竟他也没几天好待了。是我明白。你踩了仙尊的发带，这件事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是，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那时我每天只睡2个时辰，手腕练到肿得握不住筷子，只为让你多看我一眼。一个杂役，凭什么仰望你？总会犯错，到时候门规处置。那个杂役凌霄，你们可有了解？大师兄说的是那个身份卑微者，听说过，报上来好几次，说他不守规矩，每天天不亮就溜去雪尘殿扫地，怎么打都打不走。倒是执着。还有呢？还听说他拿了仙尊的东西，具体不清楚。刘师兄提过一嘴，没敢细说。不是听说，是真的。他贴身藏着仙尊的发带已有1月有余，所以按门规该怎么处置，你们比我清楚。按门规，偷仙尊的东西要当众搜身，人赃并获，然后废其双手，逐出师门。大师兄的意思是，现在就去行动？那件证物只有你我知晓，若现在贸然行事，一旦他处理掉证据，你拿什么作为凭证？若搜不到证据，反倒会让你陷入不利的境地。要拿就当众拿，让所有人看着发带从他怀里搜出来。大师兄的意思是，找个机会当众搜身。3天后是内门月事，所有弟子都会在演武场，仙尊也会到场。到时候你带人在演武门外等着，等月事结束，仙尊离场的时候，把他拦住，当众搜身，搜出发带，让他跪在所有人面前，承认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记住，不是我们冤枉他，是他真的拿了。那东西本来就是仙尊的，他捡到不还，这是门规，不是私仇。还有，搜寻的时候不要弄坏了那条发带。是你的东西，我帮你拿回来。我是在维护你的尊严，那就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跪着承认你不配。下一个。这么近看他一眼就够了。恭送仙尊。你站起来！何事喧哗？举证有杂役窃取仙尊之物，弟子正依规搜身。没有，我没有偷。有没有偷？搜了便知。把外衣脱了。我说，把外衣脱了。
还是你想让我们帮你脱？还给我，那是我的发带。他不知道，今天这场乐事真正的主角不是任何内门弟子，是他。别踩！别看！求你别看！真是仙尊的发带，这小子怎么弄到的？还能怎么弄的？偷的呗！怪不得天天往雪尘殿跑，原来不是扫地，是去偷东西的。不是偷的，是捡的。捡的？捡到仙尊的东西为什么不还？藏在自己身上1个多月，这不是偷是什么？我不是没有机会还，是我不舍得。大师兄，这料子是冰蚕丝，整个双华教只有仙尊用。人赃并获，缝得真丑。师叔，这是您的发带吗？是我的，何时丢的，不记得了。为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师叔，按门规，偷盗仙尊法器者，当众杖击20，废双手，逐出师门。废双手，逐出师门。一根发带而已，不值得兴师动众。师叔仁慈。他没有问我叫什么，也没有问我疼不疼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庆幸还是该心酸。那人保住了他的手，却没有保住他的尊严。仙尊放过他，大师兄也不能不罚吧？乐事后的第2天，沈逢宇一句不值得，保下了凌霄的双手。可苏清衍不会就这样放过他。一早，苏清衍便以虽免重罚，不可不惩戒为由，把凌霄押到戒律堂补罚，20个巴掌，每一个都打在脸上，也打在昨日被踩碎的尊严上。昨天仙尊仁慈，饶你重罚，但门规不可分耳光，让你长记性，服不服？服。你的发带我暂时不动，但你记住，你之所以还活着，是因为仙尊说了一句不值得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仙尊不在乎。他不在乎发带，也不在乎你。别看我，我太脏了。你是昨日那个杂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凌霄，我叫凌霄。他问了我的名字，第一次，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他在乎不在乎我不知道。他被人打了20个耳光，但他不在乎。今天，那人问了他叫什么名字，第一次。能在这里跪着，也算离他近一点。距离乐事那天已经过去3日，20个耳光后，苏清衍又补了一道惩罚。每日傍晚，在雪尘殿外罚跪1个时辰。他说让他反省偷盗之过，能听见他的琴声，也很好。3日前那个杂役叫什么来着？凌霄。又是你，跪在这里做什么？回师尊，弟子在受罚。罚什么？偷了仙尊的发带。发带的事我已经说过，不必追究。谁让你跪的？不能说，不能说大师兄，是弟子该罚。弟子偷了师尊的东西，
该跪。公子，真的不替他求个情吗？不必，他自己都不觉得委屈，你替他免什么？又是你，跪在这里做什么？谁让你跪的？他没有免他的罚，他问我是谁让我跪的，但他3句话，这是第一次，那个人不是在命令他，而是在问他。这一笔是他的。凌霄被调到藏经阁清扫，已经5日。这差事是侍从长安排的。这里全是沈风月翻过的书页、批过的字迹、指尖划过的段落，除了发带，这里就是离他最近的地方。沈风雪，你在看什么？弟子该死！弟子不该偷看师尊的竹简，不能说，比偷看还该罚。第3次了，翻到哪里了？我问你翻到了哪里？什么？剑法总纲，你翻到哪一页了？这里，弟子不认识的字太多了，但这一行认得，这一行旁边的批注也认得。认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但弟子猜到，仙尊写这4个字的时候，笔锋比何处轻，大概是随手写的。你看得出笔锋轻重？弟子瞎说的。下次想看书不必躲，藏经阁的书没人看才是浪费。他没有骂他偷看竹简，下次想看书没人看才是浪费。他说藏经阁的书，下次想看书不必躲。他把这句话在嘴里嚼了一整夜。